什么是真正的高情商？为什么会有人认为智商高的人情商都很低？因为大多数人把情商转化成了一种让别人舒服的能力。一个智商很高的人，只要他愿意，一定可以让别人舒服。只不过大多数时候，他觉得这么做不划算。智商高的人情商不可能低，因为情商本来就是智商的一部分。情商这个词正确的叫法应该是情绪智力，是一种掌控自己情绪、识别他人情绪、让情绪为目标服务的能力。高情商绝不是八面玲珑，让所有人都舒服，而是你想让别人感受到什么，别人就能感受到什么的一种情绪掌控力。你希望对方感受到你的真诚，他感受到了，所以你们建立了合作。你希望对方感受到你的愤怒，他感受到了，所以他不敢再得寸进尺。你希望对方感受到你的阴狠毒辣、睚眦必报，他感受到了，所以这辈子他都不敢再来打扰你的生活。只要你传递出的情绪始终都是为自己的目标服务，就是高情商。一个每天独来独往的数学系学生和一个跟所有人都能打成一片的社区情报人员，看起来后者情商更高，但也许前者已经完全预判了别人对自己的评价，又默许了这种评价，因为在他看来，浪费精力去迎合那些对目标毫无帮助的人，换取他们口中高情商的评价，是一种人生的净亏损。年轻最大的价值就在于对生命中的一切事物都保有敏锐又炽烈的感知。一个年轻人要是没有他这个年龄的意识精神，就必然会遭遇这个年龄的种种不幸。很多人捧着高情商的7个表现，成功人士说话技巧，迫不及待想要变得世故圆滑，变得成熟。但什么是成熟？真正的成熟是由纯洁长成的，而不是世故。世故是流于表面的东西，它走不进你的内心世故，没法让你成熟，它只能让你看起来成熟。很多过来人的所谓成熟，只不过是磨平棱角，褪去锋芒之后的妥协，是一种精神的早衰和个性的夭亡。就像掉到地上的果子，看似熟透了，其实是被虫子咬烂了。理想的画面和自我的消亡是这种成熟的标配，所以很多年轻人想要跳过那些流血流汗的过程，绕过这条弯路，直接幻灭。他们想要通过模仿幻灭的过来人，直接变成过来人。这就像一个人想要在身上纹满伤疤来变成一名老兵，但真正能上阵杀敌的，绝不可能是纹满伤疤的演员。叔本华写过这么一段话：一个年轻人如果很早就洞察人事，安于世故，很早就懂得如何与人交接周旋，这预示着他本性平庸。相反，如果一个年轻人对世人的行为方式感到诧异和惊讶，在交往中表现得笨拙乖僻，则显示出他有着高贵的品质。这段话被很多人谴责和质疑，因为对真相的揭露总会刺痛很多人的内心。人事是什么？世故又是什么？它们只是人类社会积累起来的处理社会事务的规则，它们不是真理，而是经验；不是学识，而是技巧。人的智慧可以分为2种，一种是世俗智慧，一种是哲学智慧。世俗智慧是对寄存价值体系的准确认识和有效利用，哲学智慧是对寄存价值体系的全面反思和对根本人生问题的深刻洞见。太追求世俗智慧，你会发现自己是社会的，是公司的，是他人的，唯独不是自己的。渐渐你就会活得跟千千万万的别人一样。从世俗的角度讲，不见得不幸福，甚至是成功的，但却白白浪费了此生为人的机会。因为世俗智慧只是一种工具，是对寄存价值体系的迎合。这种不加思索的迎合，必然会让人失去洞悉更高智慧的可能性，丧失反思性和超越性，只剩下工具性和服从性，被寄存价值体系所同化，陷入欲望的钟摆，满足了就空虚，不满足就痛苦，而对世人的行为方式感到诧异和惊讶。这样体现出一个人对寄存价值体系保持着批判性和反思性，拥有洞悉更高哲学智慧的可能。几乎所有伟大的哲学家都在试图培养人的哲学智慧，让人保有精神上的自由，因为这是所有终极人生问题的唯一出口。《红楼梦》里有一句话：女儿年轻时是珍珠，年长就变成了鱼眼珠子。其实每个人都一样，因为成长的过程就是社会化的过程。一个人的社会化程度越深，他就越认同这套规则，就越容易被转化成维护这套规则运转的螺丝钉，丧失人的自由本性，变成一颗沾沾自喜的鱼眼珠子。只有悟性极高，又恰巧经历过哲学智慧洗练的人才，有可能锻造出坚不可摧的自由灵魂。这种人万中无一，但只要出现，就注定会照耀世界。你好好品品吧。关注思哥，每天分享实在干货。